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26号星期二清晨7:02了，我已经做完了早晨的热身跑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天，从昨天到今天我的这一路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已经在关西机场登机口边上了，喝个咖啡等登机。现在是1点，2点起飞，还有半个小时登机。给大家看看飞机。我这个航班现在在这儿看不见，是深圳航空。这边你看，前面是厦门航空，这个是澳门航空，前面这儿就是起降的跑道，能看到飞机起飞。深圳航空不错，深圳航空从免税店出来，直接就是它的登机口20CH662。需要帮您加一点吗？可以，谢谢。你们看见了吗？这是我在飞机上第一次体验这种服务，一大勺辣椒酱，我没看品牌。有好多小伙伴说马拉松运动员是不是要吃的特干净？我觉得不是，马拉松运动员和健美健体还是不一样的，这是真心话。怎么样？这一路还行，飞机上吃的也还行。然后我刚才在酒店的健身房做了一个3公里的轻松跑，我们看看跑步的画面。现在是6点27，11月26号星期二。看我从房间的阳台看看东莞的日出。下面的泳池已经有人游泳了，前面就是一片湖水。看看日出的朝霞，然后我们就去楼下的健身房。小伙伴们看，可以吧？酒店的健身房，看我，这还有个可能是练踢腿的，扶着的，可以。划船机、单车，这个坏了，这屏幕。我们看看跑步机，我还是第一次用高驰的跑步机模式。第一次，真的是第一次，真是好久没跑步机了。上次还是在动静测那个最大摄氧量 VO2 Max 兄弟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大家跑步机的时候算这个时速和配速算的准不准，好不好算？我现在脑子是没有以前好使了。你看10的时速，那就是1小时10公里，就是6分配。那如果是20就是3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15就是4分，对，你看4分配速正好1小时15公里。就如果您什么时候1小时能跑15公里了，基本上我觉得具备马拉松3小时的水平。今天早上不多跑，今天早晨我们热个身，一会儿餐厅开餐就去吃饭，特别饿了。现在这边是6点多，日本是7点多。我现在就是10的速度，6分配，手表显示是5分21。反正我跑过这么多跑步机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以前总在健身房跑，特早的时候，但是那时候还特早，那时候2014年底，2015年初，那时候我觉得跑步机都不准，而且差特多那距离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小伙伴们，现在的跑步机准不准？您身上还有一二维码，可能是能登录你什么的账号。你看现在我的速度是11时速，将近6分比6分快一点，但是我的体感是应该不止那么慢。你手表告诉我的是5分20。我觉得5分20可能差不多。现在跑步机已经跑了0.7公里了，手表是0.77，差不多符合预期。那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就是看跑步机上这个卡路里的数，那时候跑步机还不是现在这种液晶屏的，还是那种小灯珠组成的字。
那特别逗。中间是还有一个圈儿，告诉你是跑道400米跑道几圈儿，然后我就看这卡路里到200我就停了。那时候到200就觉得挺累的了，就觉得累得不行了。这次来东莞感觉很不一样，我觉得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还是挺激动的。就不夸张的说，真的挺感谢高驰的小伙伴们，还是有点激动的。你看跑步机现在1公里，我这儿已经1.06公里，还行呢。因为我刚才还下来走，拿那个相机什么的，还行。加点速。12就是5分配了，对吗？那也许我刚才算错了，11可能差不多就是挺快的了。而且不知道大家跑步机有没有我这个问题，我老爱就往前，老爱特往前顶，我老怕掉下去。正好早上起来拿跑步机练练腿，因为下午那个测试是跑步机。今天穿了惊叹3，带了这双鞋来，我无与伦比的回弹性感觉，尤其在跑步机上。其实这次看神户的比赛，家属给我拍的画面，我觉得我是比大阪的时候进步了挺多的。虽然说绝对成绩一般，而且绝对成绩的差距也不太容易从赛道的难度和天气来绝对衡量。就说现在有各种等强配速，但是也不太好衡量。但是我看我的动作的感觉，我觉得比以前进步了，就是感觉天花板变高了一点点，剩下的就是再努力了。我前面就是湖景，就这么说啊，如果这个房子可以是那种，就这是窗户，在气温合适的时候可以把它变成室外，就更带劲了。这酒店信息我回头公布出来，等我回去以后，大家来东莞玩，或者在东莞想度个假，温泉、游泳、健身，吃的也不错，就是餐厅不便宜。跟这儿的物价比应该不算便宜，跟北京比还是便宜的。这要是再有好多鸟就更棒了。2公里了，再跑1公里吃饭去。现在是14，接近4分配。加到15吧，4分配。来看看真实的4分配是啥样。我发现这时候手表的显示不准了，手表显示4分49，刚才。我稳定一下再看。
所以有时候想想，马拉松比现在还要快10几秒，跑完42公里，真的是可以，很可以。你看，跑完4分，再跑5分，就觉得5分好慢，出汗了。但是我发现，现在 Pace Pro 只有一块表，然后它的2代的 Pod 我是别在腰上，没办法校准距离的情况下，选择跑步机模式。在4分配的时候，它显示的不太，就是它测的可能会比4分配慢，但是在5分配的时候就特别的合适。前面有一只小狗，怎么样？今天的早晨的热身就这样了，还有几十米，3公里。怎么样？还行吧？那总结一下，就是好多功能其实我没发现，因为如果不把 Pod 放在脚上的话，跑步机的配速在手表来测确实是有难度的，这个我承认。但是它能让你输入坡度和跑步机的速度，那我觉得还行。但是就是不知道我过程中我速度在变，我要调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小伙伴们在酒店的餐厅了，7点就开餐，但是现在都7点12了，就我一个人。他这儿是有那个可以现做面什么的档口，也有这种自助。我们看看菜，来一个全麦吐司、油条、炸鸡，这儿有一胖胖的大厨。港式点心，看有没有虾饺、叉烧包、蒸饺。哦，这我吃不了啊，一个人。五谷杂粮 ，OK， 这可以有。南瓜和玉米，来一个玉米，来一小的。看看这边是什么？看这个，红薯里边塞的肉或者虾滑的东西，这个可以来一个尝尝，没吃过。然后。不要炸鱼了，要西兰花。这边是肠和培根，培根底下好评啊，还垫了面包片。这边是维他奶、饮料和糖，还有酸奶，这个不喝。这还能煎蛋对吗？对对，等一下过来拿就好了。好，那您帮我煎一个蛋。要加粉还是面啊？什么都不加，好，就只要菜。然后那个牛杂是自己在碗里盛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，我一会儿过来拿。没事。看看咱们的湖景餐厅，那儿就是刚才跑步的地方。好了，谢谢你。鸡蛋还要等着。鸡蛋再煎，等一会儿，好。等2分钟。
好看我这一碗菜，只有青菜没有别的。然后我们来点牛杂，我这是牛肠、萝卜，看，这应该是挺带劲的。牛筋，还是牛筋。再来一块肉吧，啊，这是肺，牛肺哦。OK。今天早上不喝咖啡了，因为下午要那个测试。高驰的小伙伴说最好不喝咖啡，那我们喝点什么呢？热牛奶。来吧，小伙伴们，总结一下：一片全麦吐司，一个早餐肠，黄油。这个是白薯里边塞了什么东西，可能是肉泥还是什么，西兰花，玉米，一个煎蛋，沙拉，牛奶和蔬菜的牛杂汤。那我们象征性的吃一口吧，我比较期待它这个牛杂汤。看看牛筋怎么样啊？啊，很不错，难得的没有咖啡的早餐，牛奶，观众干杯。那行吧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